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我们新闻追踪，破解谣言。那么今天呢，首先想关注一下前几天呢，在朋友圈里发的有人发了这样一个帖子，那么据称是周小平发的。那么这里边呢，题目非常的震撼人心，叫15条重磅铁证全部指向美国。那么因为国内很多人没法翻墙呢，所以呢，这种帖子呢，实际上是非常误导人心的。那么造成了很多人对，真的以为这个病毒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美国。那么我们呢就逐条的去看一下这所谓的15条重磅到底是不是都是指向美国。那么在这个帖子的开头呢，你想首先呢，他先说了一下这个李文亮医生的事情。那么说李文亮医生被训诫的时候呢，他说的是 SARS， 然后的确属于造谣，所以警方的处罚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在此呢都不愿意，我都不想在此做个评论了。那么按照他的说法，那么一个人在网上的发言必须100%正确的话才能不算是谣言吗？然后说，后来认为呢，这个国家认为他用词虽然不够精准，但是并没有主观的恶意，所以呢不应该被视为恶意散播谣言。那么李文亮医生在聊天群里，在这个微信群里说这条信息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的说恶意的去散播谣言。一个医生他能去恶意的去故意的去造成恐慌吗？他只是善意的想提醒周围的人民群众。那么这根本就属于自由言论的表达，怎么就会叫属于因为没有精确的瞄准 SARS？ 那你一个病毒刚刚开始的时候，谁能够就精确的去理解它呢？现在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在不停的在进展中，它怎么就属于造谣了呢？所以怎么就属于处罚就没有问题了呢？那么这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姑且不谈，我们直接呢就进入到他所说的那么这15个重磅里边来。所谓的重磅信息，那么第一条呢，他就说这个日前白宫顾问在接受采访时不慎说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早在3月16号开始呢，就开始向人民呢人体注射新冠疫苗。所以呢，他就说，因为疫苗的研发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你这么早的就开始了，这么早就也研制出来疫苗了，所以你肯定就是很早就知道了这个病毒，很早就进行了研究。那么所以呢，说美国呢这个意味着从2019年冬季的白肺病和未知流感开始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新冠疫苗。所以呢，而且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选择了对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隐瞒。那么除非他在1年半以前就开始研发疫苗，那么否则呢就不可能进行人体注射。那么按照他的说法，那么在1年半之前，美国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新冠病毒了吗？他其实呢，他这个里边的通篇全是谎言。首先呢，他说白宫顾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慎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实际上是在这个3月16号，美国的确进行了一个新冠疫苗人体注射第1例，但是这个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不慎和非不慎，这是一个广泛被报道的一个事实。那么在3月17号，那么在福布斯的新闻上就已经说了 OK， 那么在美国呢开始了进行第1例的新冠疫苗注射在西雅图。那么为了大家看的方便呢，我进行了翻译，那么他翻译的不太准确，那么他说在西雅图第1个人进行了这个新冠疫苗的注射，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一个新闻，根本没有所谓什么藏着掖着或者不慎说出。那么他说在周一呢，在西雅图进行了一项针对 SARS 这个新冠SARS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叫 COVID-19 嘛，叫新冠疫苗的1期临床实验，第1个参加的人接受了这个疫苗。那么这个疫苗是一个mRNA 疫苗，那么是由这个公司叫 Moderna 的公司与美国国立研究院联合开发的，与 NIH 联合开发的。那么这个里边呢
详细的就说了，这么接受疫苗的第一人是来自西雅图的一个43岁的 Jennifer， 应该是女的。那么她是接受了这样一个新的疫苗。那么按照这个首先根本没有什么藏着掖着，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是一个广泛发布过的新闻那么根本不像文中这个帖子中所说的是不慎说出了，然后又说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进行隐瞒欺骗，然后说否则呢，因为基于3月16号就进行注射，所以他肯定早在1年半多之前就开始进行研发了，那么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就出来。那么这个公司呢，这就是写这个帖子的人根本的一个非常无知，根本没有做任何的研究就下出了这种判断。那么作为这个疫苗研发公司的这个叫 Moderna 的这个公司，那么它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那么在这个它成立于2010年，那么在这个网页里边呢，它就说明了这个 Moderna 这个公司怎么样去快速的能够开发出来这样一个新冠病毒的疫苗。为什么这么快时间就开发出来了？那么它就是这个公司呢，你看到它成立于2010年，它是使用了这个 messenger RNA， 那么来做那个病毒疫苗的研究。在这个因为它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开发出来这样疫苗，是基于这个公司长久以来不断的研发的基础，它有这样潜在的这个积累，才能够这么快速的研发出来。那么他说，由于在这个 Moderna 这个公司呢，其实在2年多以前呢，已经开始研发了这个 MERS， 就是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疫苗。那么中国呢，他说当他们的这个科学家们看到呢，在1月11号发布了这个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所以呢，而且他们看到它跟中东呼吸综合症非常相似，所以呢，他们快速的就开始集中于这个新冠疫苗的研发那么在3月中旬呢，就开发出来了这样一个疫苗。当然呢，这个疫苗是不是有效，我们还并不知道，但是这个疫苗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出来，是因为这个公司一直集中于疫苗的研发，有长期的积累，有这么深厚的这个背景才能够这么快出来，完全不是什么藏着掖着。那么按两三年前1年半以前，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所谓的新冠病毒，所以呢，那么这个第一条所谓的重磅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的误导人。那么美国白宫顾问，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顾问，那么他说并没有什么不慎，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新闻。其次，那么这个新冠疫苗的研发的确是从这个新冠疫苗它的基因序列产生了以后才出现的。那么而它是真的就是在今年1月份公布了序列，然后人家基于以前 mRNA 疫苗研发的基础，看到了这个它跟中东呼吸综合症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他们转移了注意力，迅速集中到这个新的疫苗的研发中来。所以很快的，因为就加上这个 FDA 快速的一个批准，所以他们可以快速的进入到临床的实验中。当然呢，这个疫苗是不是有效，还需要长期的观察和因为它的这个安全性、有效性等等，那么这些都需要长期的去考察，通过1期、2期、3期临床实验来进行。那么但是呢，并不是像所谓的这个他所谓的第一条里边说的一样，那么说必须得1-2年前就要开始研究，那么你才能可能。那么其他当然呢，也有其他一些公司，因为如果你之前没有研发过疫苗，那么没有研发过 mRNA， 或者说你不是从一个空白的基础上来进行，你可能真的需要那么长时间。所以呢，他们之所以这个 Moderna 这个公司能够这么快，完全是基于已有的基础和雄厚的他们的背景，就是在这方面专门在 mRNA 方面有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积累，才能够这么快进行的。OK， 那么到此呢，我们知道第
第一个所谓的重磅完全不成立，什么来自于美国或者美国本身，那么因为它所有暗含的信息都是说 OK， 这个疫苗应该是你们这个病毒应该是你们美国的，所以你们偷偷的进行研究了，所以呢你们才能这么快研发出来疫苗。那么经过我们的分析，我想广大的网友已经知道了，那么所谓的这个重磅第一条完全是不成立的。好，那么我们会在下一个视频中来对所谓的第二条和以后的一些所谓的重磅新闻进行逐条的我们去批判。OK， 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